术转换浑身像萝卜一样随手切开了。伤口已经包扎妥当，先吃些东西补补体力。区一碗白粥，竟蕴着如此雄浑的道韵，连法则碎片都数不胜数。这一口下去，莫说治愈这点伤，便是重新铸成万古无双的根基，也绰有余。瞧你长得又黑又圆，往后便叫小黑。原来如此，你倒不挑食，养起来省心。往后就留在院里看门。看门便看门，只要白粥管够，先帝之位算什么？既然要让小黑守院子，也该给他搭个能帮风挡雨的住处。趁着今日天晴，给你做间小窝。焚天赤焰木，万年方长一寸，更蕴含完整离火大道。主人竟拿来当柴烧，这么大一堆，主人对本地倒真舍得。给本地建犬舍，也算配得上本地。火之本源被镇住了，只他一次手便把火之本源收拾得服服帖帖。主人藏得真深，本地先安心养伤。小黑，进去躺躺，看大小是否合适，夜里会不会熟凉？修炼圣地。既然是给主人看门，本地便勉强住下，趴得下就好，夜里别熟凉。这香气足以助我凝丹，吞了它，今晚便能踏入金丹境。一条毫无妖力的肥狗，也配守着它？祖龙，竟是祖龙！动静小些，惊了主人。明日的白粥可就没了。敢打主人东西的主意，连给本地塞牙缝都不配。看样子，这是一张大野猫留下的皮。这颗蓝色石头倒挺好看，颜色也亮，拿去给小黑当颗滚着玩的弹球，倒也合适。杂血妖丹，脏得很。主人既赏了，本地便勉强留住这当球。这张皮摸起来倒十分柔软，等入冬了，恰巧能够缝2双护膝。小黑，院子交给你，我上后山砍些柴。修仙界虽说危险，好在小黑能看家，日子总算会越过越冰稳。绝没有这等可能！幽影妖豹已至筑基巅峰，大荒州外围谁能杀他？探妖盘所指之处正是洛仙村。妖豹突然毙命，附近不是有重宝现世？便是遭人设局所害。四顺，你们2个上前领命。你2人携灰灵与探妖盘，即刻出发，即刻赶往洛仙村，把幽影妖豹的死因查明，发现宝物便立即带回宗门。一旦撞见下手之人，无需留活口。弟子谨遵宗主之令。师兄，探妖盘已经锁定妖豹遗留的气息，气息的尽头正是那座院子。小小凡俗元落，竟敢私藏我宗灵兽尸骸！待我一剑劈开这间破屋，再进去查个清楚。师兄，你为何突然停下？没有错，这正是幽影妖豹留下的皮毛。为何整张皮毛完好无损，竟寻不到半处窗口？能留下如此完整的皮毛，出手者绝非凡俗之辈。师兄，我们即刻离开此处吧。若继续留在这里，我的神魂已经承受不住，几乎要当场崩散。有什么可怕的？哼，院中空无一人，
只有那条毫无灵力气息的肥黑狗在酣睡。此地多半是某位上古强者遗弃的洞府，那条狗不过误打误撞，白白得了洞府机缘。呸！既硌牙又无灵韵，还不如主人的劈柴斧。极品法器被他一口咬碎了。今日收获不小，竟在后山拾到一株枯死的铁梨木。这等木料烧得旺，用来炖午饭必定格外入味。哎呦，两位小兄弟，你们这是怎么了？莫不是在山路上失足滚下来了？这附近路滑，你们这些穿着细防进山的年轻人更该留意脚下安全啊！前辈开恩，我们只是误闯此地，绝无冒犯之意，我们即刻离开，我们即刻离开！哎，别走啊，都伤成这样了，不如进院喝些水，再把伤口处理一下。如今这些年轻人的举止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都伤成那样了，逃起来倒一点不慢。小黑，你这家伙，你是不是又把外面捡来的杂物塞进嘴里咬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这等不知从哪儿来的金属碎片绝不能随便放进嘴里，谁知道表面沾着多少脏东西，若吃坏肚子或是把牙磕坏了可怎么办？主人教训的没错，这等废铁的确没有资格让本地下口，下回得寻些真正入得了口的东西。今日收获不错，拾了不少好柴。午饭给你炖一锅野猪骨。是谁下的手？给本宗主站出来！在大荒州境内，竟有人胆敢将我万寿仙宗的首席弟子打成这副模样，甚至连与你性命相连的本命飞剑也被毁掉。宗主，出手的根本不是人，伤我们的是院里那条黑狗。简直荒唐至极！区区犬兽岂能咬断极品法器？再敢拿荒唐话搪塞，本宗主当场一掌毙了你！宗主息怒，弟子所言没有半句虚假。洛仙村绝非寻常的凡俗村落，地方分明是某位绝世大能，必是千修之祖。那位前辈用焚天赤焰木剑犬射，又用极品海蓝髓做狗碗，那柄极品魁剑被小黑一口咬碎了。顾玄策，您的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别看那块残片，宗主，周顺所言句句属实，只一缕残息，便险些碾碎老夫的元婴。那人的境界已经凌驾在此界天道之上，犬舍与石盆皆是顶级神材，中州圣地也拿不出这样的日常用度。我们让弟子去敲这种人的门，真是嫌宗门活得太久。一旦那位前辈降罪，宗门上下数千人恐怕无一能够幸免。立刻准备宗门最厚重的赔礼，去宝库将宝库中价值最高的珍藏尽数取出。本宗主将与顾玄策一同亲赴洛仙村，登门服罪。小黑，别靠炉口太近，当心飞出的火星烧焦你的毛。这些碎铁虽然脆，融化后重新打成杵刃应该还能用，总不能白白丢掉。好了，炉温已经够了，正该趁着通红把铁打好。这块铁为何如此结实？反震的手腕都麻了。看样子得加重几分力道。
声音从院里传来的。大道法则共鸣，有人正在借天地大道断气。能听见是机缘，靠近便是找死。低头，莫看。每前进一步便叩拜一次，先把该有的礼数做足。完美，刃锋够薄，硬度也正合适。这道刃锋既轻薄又坚硬，用它翻后院那片硬地，想必十分省力。哎呀，二位老人家莫非腿脚不便，跌在地上后无法起身？万寿仙宗宗主岳震山叩见前辈。昨日门下孽徒不识前辈真容，贸然闯入清修之所，晚辈特来登门扶罪，恳请前辈宽恕万寿仙宗上下。万寿仙宗顾玄策恭敬拜见前辈，还望前辈宽宏大量，饶我等一回。哦，原来二位是昨日那2个年轻人的长辈。二位先起来说话，年纪都不小了，跪在湿泥上容易受凉。这是我宗守护300年的传承重宝——地脉灵心珠。它能聚土灵，养经脉，还请前辈收下，全端晚辈冤恕门人不利的赔罪之物。这多不好意思，孩子间一点小冲突，二位却还专程送来如此精巧的东西。小黑，你看，客人特意给你带了件新玩意儿。昨日那2块破铁片有棱有角，不能咬。这颗玻璃球圆滑没棱角，正适合拿来滚着玩。土腥味这么重，还不如主人种的青菜。拍远些，别脏了本地的窝。神犬不喜欢，定是我等准备的不够周全。能被神犬拍上一爪，也算他有福。行了，东西我收下了，事前的误会也算说清了，你们尽快回去吧。往后把家中晚辈看紧些，别再随意闯入别人家。这大山里野兽多，不安全。是，谨遵前辈教诲，晚辈这就告退。喜欢角色扮演的老人家演得倒十分投入，告辞后跑得比年轻人还快。得尽快翻翻土，撒些白菜、萝卜种子，入冬后便不愁没菜。这锄头的气息压过太古神雷，主人拿它翻地，倒真省事。嘿，这地怎么如此硬，还挺难挖，硌得我手疼。咦，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只是翻了几锄，竟意外挖出一股地下水，水质倒格外清澈，看不见半点泥沙，这可太好了。往后给菜地浇水，便无需再从前院挑来，直接在这儿挖个小水洼就行。造化灵泉由极品真龙灵脉孕育，主人拿来浇菜，倒是半点不心疼。这水挺养地，照这么长，冬天的菜钱都省了。算了，管它呢，长得快是好事。明日做蒜蓉白菜，后日再炖萝卜排骨。这地方真是天生适合耕种的宝地。灵泉配9天西芒，主人硬把仙界药谱过成了菜园，本地算是长见识了。沈清栓，把玄冰剑髓交出来，老夫或许还能给你留个完整尸身。纵然清霜今日身死，我已半分退缩。半步不退，也纵然身死，也不会把玄冰剑髓交给你们这些魔枭。他点燃了本源，快追！别让他逃了！追！小黑，尝一口这个萝卜，这根萝卜汁水十足，
吃起来必定又甜又脆。咦，青天白日竟也会坠下流星，而且它的落点怎么正对着我家院子？还好人还有呼吸，可他这伤势未免也太严重了。到底是跌下山崖，还是遭人追杀成了这样？不行，总不能任由他在我的菜巢里断气。对了，白菜生长如此迅速，其中蕴藏的生机想必极为旺盛。眼下只能姑且一试，但愿真能救他一命。我竟然还活着，金丹重塑了。你先躺着，我再去打些水来。姑娘，你总算醒了，能醒便好，先慢慢坐起来。镇宗至宝被他当成了土球。姑娘，你现在还能保持清醒吗？莫非从高处坠落，把脑子也摔迷糊了？你的嘴唇都已经干裂了，先喝些水，缓一缓神。这竟是造化灵泉，我的体质竟完成了蜕变。这种水，你每天都拿来浇菜。前辈再造之恩，清霜拜谢。清霜此生绝不敢忘。姑娘，你怎么又行这么大的礼？赶快起身！我不过是个靠种田过日子的凡人，如今扮古装的人，礼数都已经繁琐到这等程度了吗？沈清霜，你果然在此。你莫非以为藏入凡人村落，便能从老夫掌中逃脱？今日，你与这村中的所有人都将成为血凡祭炼的血石。陆玄，快躲开！这些全是血魂魔宗的要命凶徒，绝对不能大意。今天怎么回事啊？到底有多少古装剧组往我家这边赶？怎么一批接一批人吊个威马，就直接飞到我家菜地上空来了啊？现在这大夏天的，穿这么厚一身厚衣服，还飘在半空中吊着威亚，这帮人居然不怕直接中暑晕过去？这三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蝼蚁，居然敢惊扰主人清静，自己那碗白粥都还没来得及喝上。卑贱本座居然还敢站着，纯粹是自寻死路！你们搁天上乱飞，我也就忍了，居然敢砸坏老子辛辛苦苦种的菜锹！赶紧给我滚下来，把压坏的萝卜全赔我！唉，现在神经病真是越来越多了。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往别人菜地里乱丢戒指这种没用的红色道具。这几个应该就是刚才那批来拍戏吊威翼的人不小心掉的普通戏服小道具。你要是喜欢这些小玩意儿，就都拿去玩。你一个小姑娘，孤身在外飘着太不容易了，把这些卖了换点路费当盘缠，再给自己去做2身好看点的新衣裳。陆公子，大恩大德，沈清霜无以为报，唯有此身，愿留下侍奉，以报恩情。你要是愿意在我家当个杂役丫鬟，平常做做菜、洗洗衣服，我这活可不少哦。公子，我学东西特别快，再苦再累的活都不怕，求公子收留我。哪里有那么多讲究？既然都遇上了，就是缘分。你要是不嫌弃我这小破院子寒酸简陋，以后就踏踏实实安心在这里住下来。我家只有家常便饭，多留你一个人，也无非就是吃饭的时候多添一副碗筷而已。
多谢公子愿意收留我。走吧，青霜，我们去前院，中午加做一道白菜炖骨汤。宗主，3位太长老的命牌同时碎了。不许追查，不许窥探，更不可妄加揣测。那股力量已经远远超出此界承受的极限，我们招惹来的是真仙层次的存在。血魂魔宗，即日起闭宗，任何人不得出入。院里怎么有股焦糊味儿？难道有人在院子里烧东西？公子，你已经起身了。青霜本想替公子准备早膳，可无论怎么点，这堆木柴都不起火，只会冒出浓烟。你这丫头，你从前应该从未做过这些杂活。先把脸上的烟灰擦干净。你先到院里歇一会儿，灶火交给我来收。是青霜办事不力，不过是灶火没点起来，往后慢慢练便是。青霜，墙角的木柴太粗，你若无事，便帮我劈成细条。劈柴用的斧子就放在木墩旁。请公子放心，青霜一定将木柴劈好。我一定把柴劈好。哎呀，你怎么如此不小心？只是劈几个木柴，怎么反倒把手弄伤了？公子，那柄斧子重若越山，青霜根本无法提起。这斧子并不沉，用起来还算切手，还是你身子太单薄，平日活动的也少。劈木头不能只凭力气，需顺着无纹落斧。青霜明白了，这次会顺着无纹落斧。剑意突破了。你这丫头力气如此大，怎会连脚下地面也一并劈开？悟性高自然不错，可别练重视利索，把院墙都重要，也得记着护好家里的东西。多谢陆兄点鞭，方才那一事让我领悟了无上剑道真意。青霜定当不负栽培，日后必定认真劈好每一根木柴。我刚才只是随手示范了下怎么劈柴，这就成绝世剑道了？青霜，先歇会儿吧，过来添添火。排骨快好了，中午就炖一锅鲜美的野猪骨菌汤，再顺手炒一盘刚摘的嫩白菜。赶紧开饭，你身子太虚太薄了，多喝点汤，好好补一补。公子，怎么了？难道汤太烫，烫到你了？并非堂堂，青霜活到今日，从未尝过如此美味。喜欢便多盛一碗，锅中还有不少。看样子，你想来你从前在外漂泊，受过不少苦。宗主，魂玉不会无故重新亮起。宗主，您看魂玉中重新亮起的契机。元婴，先天无暇冰魄仙体。青霜还活着，他的魂火重新亮了。魂玉所示的位置就在10万大山外围，
宗内修为达到金丹以上的长老，立即随本宗主下山寻人，务必将青霜毫发无损地接回宗门。是，弟子遵令。青霜，过来一下，把木盆中泡着的几件旧衣清洗干净，就在井边那块搓衣板上洗，动作轻些，别把旧衣搓破。这些衣裳穿了多年，当心别洗出破洞。青霜遵命。盛煞突降大雪，看样子必有离奇冤情。又是哪家剧组把薇娅加到我家上空来了？本宗主的神念竟穿不透，大胆！何方妖孽，竟将玄霜剑宗圣女困在此处，还逼她做下人杂役！师尊，您怎么来了？师尊，请当即停手，将剑阵收回，万万不可冲撞公子。青霜不必惊慌，为师现在便带你离开。呀，大夏天跑到我院里弄出一场冷气还不够，竟有挥剑砍墙。公子息怒，那是青霜的师尊，他并非有意冒犯，只是误判了此地情形。200年的平静，被一盆洗衣水冲开了。师尊，您现在还能站稳吗？玄霜剑宗宗主江寒月率门下众人恭迎前辈。我等参见前辈。莫非他们宗门现在正在举行什么泼水礼？难道水泼到谁身上，谁便要主动跪下吗？还有这种奇葩规矩？好了，大家都起来，别再跪着。哎，真是的，大夏天的，你搞出满院冰雪就已经够离谱了，连我家门口都给我弄的全是水，待会儿出门我还得扫。既是青霜的师门长辈，诸位便进院喝些热水。出场方式都已经卷到这么夸张了吗？又是飞剑，又是暴雨，又是原地升级，我家门口都快被你们踩平了。诸位先在院里寻个空处站着，大家稍微挤一挤。青霜，搬几把椅子出来，椅子不够，便在树墩上将就坐坐。别客气，就当到了自家院子。方才那阵寒气来得实在反常，先喝些热水，驱一驱身上的寒气。这一碗水竟能化开我的寒毒。公子将灵泉分与众人，青霜带宗门谢过。一点小事而已，后院池子里还有很多。诸位若觉得这水合口，临走时自己装上一桶带回去便是。前辈今日之恩，青霜定会铭记终生。书齿落点与归元正文完全一致。公子是在接日常动作，替众人洗练根基。江寒月，你听着，你独占此地机缘，难道不怕将自己活活撑死？萧无风，你好大的胆子！若还想保住天眼剑宗，就立刻退出这座屋子。江宗主，这座不起眼的院子到底藏了何等秘密？住口！你莫不是失心疯了？前辈，外面有人喧哗扰您清静，晚辈即刻将其驱离。怎么又来了一拨人？难道也是青霜的亲友？没事没事，多来一人也不过天赋碗筷。既然都已登门，便别再动手，凡事和和气气。那个叫萧无风的，你也进来喝口热水吧。进来时当心些，莫再撞坏我的冤墙。难道这就是传闻中隐居此地的那位真仙？求前辈宽恕！小的不识前辈真容，小的这就进院喝水。青霜，你这些亲友倒很客气，可为什么见面都喜欢跪着说话？公子，
他们是皆因仰慕公子风姿，才不由自主行此大礼。现在的年轻人明明有座位，却偏要跪在地上。我进屋找些茶叶出来。只有热水没有茶叶，端出去倒像一盆洗脚水。若再对前辈有半句不敬，本宗主第一个取你性命。连玄霜剑宗与天眼剑宗众人都在此飞守，此处凡尘之地果然暗藏玄机。哈哈哈哈哈！我刚从上界偷渡下来的世界魔尊，便以你们的性命作为本尊降临此界的第一场血祭。此人周身道运深不可测，实在可怕。先将院中修士的血肉精气尽数吞噬，待魔躯恢复之后，再回头镇杀此人。院外来了超级浓的魔气，别动手，绝不可让斗法波及前辈的庭院。你们这群蝼蚁，全部给我当祭品！太古混沌祖龙，啥都不剩！又是这股腐朽多年的魔臭味，入口实在恶心。下回最好送来点气息鲜活的家伙。太古混沌祖龙，今晚此处发生的一切，必须永远封在心底。谁若敢向外透露只言片语，本宗主便亲手毁其修为，再逐出山门。往后你就留在前辈身边安心侍奉。你是玄霜剑宗唯一的希望，也是全宗唯一有资格追随前辈脚步的人。玄霜剑宗从今日起，皆当前辈院外听候差遣的杂役。弟子谨遵师命。萧无风，别留在此处碍眼。院东这一片杂草，已由玄霜剑宗负责清理。一派胡言！这株九阶剑灵草同天眼剑宗所修剑诀最为相合。你敢动一下，我就让你伸出的那只手永远冻在此处。你若胆敢惊动前辈清修，天眼剑宗绝不会坐视不理。哎呦我去，诸位竟一夜都没有离开。公子早，我们看院外杂草多，担心杂草在了公子的眼，便自愿留下清扫院外。对，此事全是我等主动请缨，公子千万别客气。诸位远道来做客，我却让你们干粗活，实在过意不去。不过既然你们有兴致，直接用手拔草容易划破皮肉。青霜，去杂物房取几把旧镰刀和旧耙子来。是公子。斩天魔镰，公子果然又拿神器做农具。镰刀虽旧了些，割这种狗尾草仍然够用。诸位量力而行即可，不必把自己累坏。一会儿拔完草进来喝口粥。斩天魔镰，公子拿它割草，倒是省得宗门供起来落灰。谢公子赐我用这柄镰刀清理杂草。公子放心，我会用好这件农布，定会把此地杂草清理干净。这些从大地方来的有钱人，平日压力想必不下，不过做点农活，竟能激动到如此程度。算了，全当让他们借着劳动舒缓心情。本尊派往大荒州的世界魔尊，竟陨落了。那处空间节点牵系着本尊筹谋已久的大事。此
此事绝不可出现任何差池。去，沿因果残迹找到下手者，将其连同所在之地一并吞噬。青霜，你先清扫前院，我把这桶厨余送去后院的堆肥坑。青霜遵命。这可是好东西，发酵10来日再施入土中，番茄定会结得又大又红。这地方不对劲，这里藏着禁忌存在！魔尊大人，救我！我靠，方才到底是什么东西落进坑里？莫非是蜂超，还是一只小野猪？嘿，这小东西居然还活着！用木棍碰一碰，它竟还会蜷缩。大荒州的野物果然稀奇古怪。这小野猪不但浑身无毛，竟还生着3张嘴，模样实在难看。小黑，快过来看看这个东西！不知从何处落下一只变异野猪幼崽，圆得像颗球。你在院子里也无聊，便留下给你当球玩。别嫌它破，它浑身是泥，回头还得洗刷干净。堂堂祖龙，竟会对这个凡人摇尾示好！见到大人还不立刻称主人？好吧，只要你玩得开心就行。我先去处理垃圾，你留在这里玩，但别踏坏菜苗。不错，再过些时日，番茄必定结得旺盛。唉，家里的荤菜又吃光了。青霜，过来一下。公子想吃些什么？青霜现在便进山猎几头高阶妖兽回来。你还真打算进山猎妖兽？深山危险得很，若撞上黑熊该如何是好？你一个女孩子，别动不动便想着进山搏命。你去镇里称些新鲜五花肉，另外再买些酱油和八角。午时我亲自做一锅红烧肉给你们尝尝。这个，先前卖柴得来的铜钱，似乎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这些铜钱你先收好，买2斤成色不错的五花肉应当足够。余下的钱便算给你的辛苦费，顺便买串糖葫芦给自己解解馋。请公子放心，青霜必会替公子挑回最好的五花肉。今日镇上为何忽然聚来如此多人？中州修士，连北原的人也来了。纵有再大的事情，也不可耽误替公子买肉做饭。掌柜的，称2斤五花肉，挑一块肥瘦均匀的，再替我切整齐方块。这没想到在这等偏僻小镇，也能撞见如此绝色。小娘子，随本少主去中州做我的侍妾，往后自然少不了你的锦衣玉食。掌柜劳烦快些，家中公子还等着开饭。本少主给你脸面，你竟敢当面拒绝！月老，将此女擒住，随本少主一同带回中州。这怎么可能？你这是自己求死！这是什么剑道？你到底是何来历？老板，这2斤肉我带走，钱放在此处，不必找零。今日暂且留你性命，胆敢再来纠缠，必取你首级。
肉买齐没？买好了，肥瘦均匀，已经切成整整齐齐的9宫格方块了。办得不错。今天午饭就炖一锅香喷喷的红烧肉。不能惊到公子。我操！地面怎么突然毫无症状的震动起来了？3万年一起的大荒神殿出事了。糟了，莫不是后山林子里忽然失火烧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救火。青霜，我瞧见后山那边好像冒火光了，得过去瞧瞧，可不能烧了我采野生菌的林子。大荒神虚在前辈眼里，不过是他随意采摘菌菇的山园子。快跟上！此番机缘万载难遇，绝不可错失。这个上古神虚入口里的空间法则，现在还在疯狂动荡。就算是修炼到化神巅峰的大人物，贸然冲进去，也绝对没有生还的可能。各位劳烦让一让，半条路过去。前方可是发生了火情，这场火冒出的烟倒挺花哨，竟然有好几种颜色，看样子多半是某种有害气体被点燃了。这团烟倒像会认人，竟主动向两边散开。所有人立刻跟紧前辈，跟紧公子留下的路。虚空风暴被他当门帘拨开了。各宗弟子当即依照所属新宗门排列，任何人不得踏出前辈留下的足印，否则后果自担。这地方烟雾如此大，那片猴头菇该不会已被浓烟熏坏？奇怪。昨日分明在这里见过成片的猴头菇，怎么找不到了？小黑，你是不是嗅到猴头菇的味道了？真乖，今晚奖励你一只鸡腿。太古魔元圆月，终究圣主来了也未必能活。你这泼猴，如此庞大，走动时竟也不看脚下，把我刚找到的猴头菇踩烂，你拿什么来赔？现在野生动物智商都如此高了吗？踩坏东西以后，竟还知道跪下来赔事？算了，看你认错态度还行，念在你也算珍稀野兽，这次便不追究。起开，别横在前面妨碍我摘菌子。啊，不错，竟懂得主动帮我采摘，倒是颇通人性。炼虚巅峰的太古魔元，一个眼神便跪了。公子连太古魔元都能安排采菇。我只需把晚饭准备好。偏偏最大那2朵被踩坏了，不然拿来熬汤一定很香。这些已经够吃了，今晚足够炖出满满一大锅。这一趟的收获可真不少，采到如此多上等猴头菇，这些足够今日加一顿好菜。
余下的晾成干货，寒冬时仍能拿来煲汤。这下倒有些难办了。不对，一筐猴头菇再加2斤五花肉，家中那口旧瓦刨必定装不下这些食材。既然已经走进山里，不如在附近找找，看能否寻到一口废弃铁锅，带回家做大汤锅。前辈并未折返，而是继续前往秘境最深处。都记住，凡是前辈未曾取走之物，任何人都不得染指。这座旧庙的门板倒意外坚固，门上竟然还有锁。这年头的这等古老样式的自动门，倒颇有年代。这破庙里竟在殿中供奉着一口如此巨大的铜锅。铜币分量十足，用来炖汤应当很能聚热。这口锅的尺寸也恰到好处。五花肉配猴头菇，再添些白菜，恰好能盛满这一锅。好，给我起来！这铜锅还挺沉，多半是用石料铸成。带回去以后，需在灶台下再添几块砖承重。大丰收，君子装满一筐，连合用的大锅也找到了。走，小黑，回家。清霜此刻应当已经把灶火烧旺。前辈取走的是秘境核心阵眼，所有禁制都散了，任何人都不得争夺。前辈替我等开路，已是天大恩典。诸位乡亲，劳烦听我说一句。今日后山所谓火情，看样子只是一场误会。我家灶上仍炖着一锅肉，我便先告辞，不在这里耽搁诸位。你们诸位若想赏山景，尽可自行游览。游玩时记得爱护山中环境，千万不要把杂物随地丢失。恭送前辈离开。青霜，再给灶里添些柴。这口铜锅的锅底太厚，升温自然会慢一些。青霜遵命。侦测到宿主正以造化仙气烹制食物，警告：凡俗食材已被仙道本源与玄黄之气同时灌注，异变过程无法逆转。宿主停手！猪肉已化成9转造化金丹，还生出灵智要飞升。飞升个屁！王屠户这孙子又坑我，卖给我的猪肉难道连神经反射都没有处理干净？我看你们还往哪儿蹦！青霜，加柴！今日必须把这些乱蹦的肉片彻底炖软。青霜遵命。丁，祝贺宿主成功完成一次金丹级烹饪。任务意向已将太古十凶之一的吞天饕餮引来，请宿主妥善招待这位食量居人的来客。提示：若无法令其吃饱，宿主本人或将成为食物。竟有个饭量惊人的家伙要来我家白吃。小黑，把院门堵住，别让他吃完就跑。这股吞噬诸天的气息不会有错。太古十凶，吞天饕餮。公子，请暂且留在屋内。外面连个人影都没有，你们怎么先紧张起来了？退后！退后！
幼体化形而已，他的本体足以一口吞没大黄州。小黑松口，人家一个小姑娘站在风里，你冲她呲牙做什么？小姑娘，你家大人呢？怎么一个人跑到这荒山里来了？他只是饥饿，便在自行吞噬天地灵气。原来是饿坏了。先进屋，吃饱以后再慢慢说。烫，得用勺子。主人的一碗家常肉汤，竟让饕餮主动收回了吞噬法相。还有吗？你这小身板，竟能装下整整一锅肉。勺子不能吃。不能吃。先记住这一条也好。他若敢碰本地的肉，本地便让他知道祖龙的牙也不软。今夜先住这里，明日我去村里替你打听家人。明日还有饭吗？有，只要人在这里，便不会饿着你。公子，此女来历不明，恐怕并非寻常流浪孩童。正因来历不明，才更不能让她在山里挨冻。敢向主人伸牙，本地先拆了你。没有杀意，他只是在梦里找吃的。旧布沾满尘土，先洗净身体，再换衣服。头发打结会疼，别动，很快变好。这样看着精神多了。劳烦你们去附近村镇问问，看谁家丢了孩子。晚辈即刻安排人手查访。前辈竟把太古凶物当成走失孩童照料。这是小黑平时玩的球，你先拿去姐妹。不要把我交给他，他是真的会吃。活的。既然是活物，更不能要。这不是寻常破布，是被毁去大半的封禁法器。这是本地的。你吃得慢。吃饭便好好吃，别为一块肉瞪眼。前辈，这是村民送来的鲜鱼。鱼上活着。既然暂时住在这里，便要守家里的规矩。第一，活着的东西不能乱吃；第二，别人碗里的东西不能抢；第三，一家人到齐才能开饭。不守规矩会怎样？不守规矩，下一顿便得等到学会了再吃。我守。这次慢些，别再把勺子当菜。人还没到齐。现在齐了，吃吧。前辈，方圆千里都已查过，无人认得这位小姑娘。既然找不到家人，便先在我这里住下。总不能一直叫你小姑娘，你可记得自己的名字？灾寿、容器、饕餮，这些都不像名字。你年纪小，却怎么也吃不饱，便叫小满吧。盼你往后日日有饭，事事圆满。有名字，明日还有饭吗？有，只要你愿意留下，便不会少你一口。我叫小满。木牌不可入口，名字不能吃。吞噬本源，重新现世，价值远胜整座大荒州。他有了人形，也有了名字。兵器不需要名字，待他回来，活着，完整的带回来。照你这个吃法，家里的米缸怕是撑不过3天。我可以少吃。少吃倒不必，得找些顶饱的好食材。新任务，为新家庭成员准备3味迎门宴，所需食材：赤焰谷活宇雉、玄冰湖寒髓银鱼、长生谷灵道。
野鸡、河鱼和稻米，正好凑成一桌。这里气温太高，小满别乱跑，免得烫伤脚。能吃。活着不能直接吃。他竟会因为一句话，主动收回吞噬法相。人族退出赤焰谷。这只野鸡的叫声倒像人在说话。别吞，主人要活的。别把羽毛都吃了，留几根回去引火。留了。饕餮，随我回神殿。他叫小满，活着的不能乱吃。你竟记得克制。是家规。姑娘，拿网罩孩子可不是好习惯。顾天恒很快会来，到那时家规护不住他。鱼得先捞上来，去鳞去鳃，再下锅。步骤很多。想吃好东西，便不能只图快。小满，守住左侧裂口。配合的不错，今晚每人多加一碗鱼汤。我这碗鱼汤肯定更大份。此文属于荒石神殿，专门拘束拥有吞噬血脉的生灵。他不是从荒野流落至此，是从神殿的锁链中逃出来的。那里没有名字，如今有了。过去的东西，我会查清。你只需记住公子给你的名字。给你。谁家的收割木偶失控了？照这么割，稻穗全得掉进泥里。不是活的，能吃。别连稻谷一起吞了。连个框都分不清，笨！我分清了。完整饕餮本源，可成长人形，稳定神智，价值不可估量。拿尺子照着孩子量来量去，你是做衣服的？我可以用一座上界宝库换他随我离开。他不是东西，哪有拿宝库来换人的道理？他本就是神殿资产。我是小满。对，先把稻子抱稳，回家吃饭。再等一会儿，鱼还没有入味。我在等。竟真忍住了。1、2、3、4，可以开饭了吗？可以。今日是给你准备的迎门宴。好。饕餮归笼。你口中的笼子，便是将它称作兵器的地方。若无锁链，它迟早会吞掉这里所有。你护得了它一时，护不了它吞噬本能发作之日。约束不是把它锁成没有名字的东西。你竟敢让它靠近普通人的生活，正因靠近过，他才知道自己能够选择。他今日等到一家人坐齐才动筷，一顿饭证明不了他能违逆本性。我守家规。证明到此为止，回收开始。他留在此处，每一日都是无法估量的资源浪费。打一个孩子算成多少资源？你这账本记得有问题。祖龙，你也愿意与灾兽共处？他是灾兽还是蠢丫头，轮不到你定。量衣服的尺子都炸了，说明你手艺不行。大半夜吵人吃饭，有事明日再说。明日，他会连同这座院子一起归于神殿。你挡了尺子，给你。本帝只是闲得晃眼，
昨夜手段仓促，今日我以荒石神殿全部外库换回饕餮。你这不是领人回家，是拿契书买卖人口。他从来不是人。他是否为人，不由神殿定价。交易既拒绝，便按神殿旧法执行。阵法与村庄地脉相连，直接吞噬会连地脉一起带走。要怎么做？小黑护住公子，你守住阵心，我去竹根斩断地脉连接。殿使，旧法不该牵连无关生灵。只要回收价值足够，损耗可以计算。小满，现在可以了。文九霄，是你松了锁链。回收命令不包括摧毁凡人村落。你看守兽太久，竟被他的软弱传染。把无辜者视作损耗，才是真正的软弱。为何不吞了我？这不正是你的本性？你是活的，不能乱吃。蠢丫头，至少把第一条记牢了。伤成这样还逞强，先把药喝了。这件法器不仅用于拘束，还能抹去被拘束者的姓名与记忆。神殿从不允许他拥有名字，每次形成自我，都会重新清除。我以前也有过名字吗？我不知道，每次我见到你时，你都只剩宣浩。以前有没有并不重要，现在的名字是你自己愿意留下的。边浩灵，玩够了便该归位。饕餮没有姓名，没有亲属，也不需要所谓家规。隔着天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你是他什么人？我是创造他用途的人，那便不是家人。它存在的唯一用处，是替神殿吞尽万界。我现在叫小满。他已经不属于神殿。文九霄，你当真要背叛殿主？我只是不再把计算出的损耗当成秩序。名字不过是2道木刻，碎了，他便会记起自己是什么。木头裂了可以补，名字也不会因此变掉。那便让他亲手吞掉你，再看这个名字还剩什么。边浩灵，执行最终回收命令，吞噬眼前所有生命。小满，看着我！蠢丫头，醒过来！公子，小满已经失去神智。孩子饿极了又受了惊，先把饭做好。吞掉他，你不需要等任何人。伤无极的命令只能唤醒本能，不能替他做出最终选择。小满，一家人还没有到齐，现在不能开饭。你是吞天饕餮，不是他家的孩子。人还没有到齐。本帝不是替你挡，只是不许你在主人面前犯蠢。红绳还在，木勺还在，我们也都在。过去我用锁链叫他服从，今日我他争一次选择。殿主，神殿账册中从未记录这些世界本源，资源只需掌握在有资格使用的人手中。原来我计算的价值，从一开始便只供你一人吞占。小满，勺子还在这里，饭也快好了。我叫小满。别以为接触本地就能碰本地的饭，我不抢。既然兵器生出杂念，便连同杂念一起炼掉。他要把这里也放进炉子，
那便去把炉火关掉。小满跟在我身后，小黑守住公子左侧。他们的名字也被王座抹去，只剩执行命令的躯壳。活着的，不能吃。原来你也曾被夺走过姓氏与来历，我以为服从秩序，便能避免成为炉中之物。他吞掉的不是他们，是抹去名字的禁止。看路，别只顾着救人。你也看路。炉火便在前面，青霜，别让他们再点起来。青霜明白。你们以为恢复几个名字，便能改变吞噬的法则？这些都是他吃下的，他的每一口都建立在万界尸骨之上。你把整座神殿都当成自己的食盆。文九霄守住炉门，顾天恒报出核心方位，西北3尺，第2层阵环。这么大的炉子没人看火，难怪烧得到处冒烟。真正的吞噬者只能有一个。你不守规矩。为何不吃我？你是活的，下跪不准。这一次，锁链只锁该被锁的人。没有我，你永远填不满腹中空洞。吃不饱便多添一碗，哪有为了一顿饭吞世界的道理？99座残破世界已脱离控制，可自行归位。旧牌还能用，不必什么都换新的。给你。本地不稀罕。那我吃。放下。人齐了，可以吃。正面是名字，背面是你住在这里的身份。家人。今日不需要勺子。不会呀。本地今日不缺肉。那是我分的，不能退。活的，不能吃。他真的守住了。墙修好以前，你们2个的饭钱便从工钱里扣。明白。按价值计算，这顿饭的工钱远远不足。闭嘴，搬砖。恭喜宿主完成发营队集团门宴提满香神殿事件，隐藏职业万物皆可炖煮，共3000人。3000个人都要来吃饭，家里哪有那么多碗？这一桌，本地定了。他带饭钱了吗？没带饭钱，便是吃霸王餐。那我堵门。想吃饭便排队，插队的今日没有份儿。